1月23号武汉封城，其实我一直在想去，好久不见武汉，这个真的好久不见。到武汉了，好久不见。我是竹内亮，住在南京的一个日本人，拍纪录片的导演。我在日本的时候一直给 NHK 拍纪录片。拍好久不见武汉之前没有定主题，没有剧本，在微博上募集了之后，选出来的人是10个人，拍了10天。你好，我是竹内亮。我们第一天去了华南海鲜市场，武汉人特别爱那个市场，很多人说在那个华南海鲜市场没有看过野味、蝙蝠什么的，真的没有看过。我一开始听到武汉全市民1000万个人核酸检测，他们只有2个星期，中国的执行能力太强了。10个人的活水放在一个实验馆一块检测，有发生问题的话，再把这个10个人叫过来，然后再做核酸检测，非常聪明。日本人肯定想不到这个办法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做过41次的核酸检测的那个阿姨，她被邻居歧视了，对她来说很难过呀。她跟我说：“你怕不怕我？”我不怕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注意身体，注意身体，注意身体。我外国人去武汉拍他们的真实的生活，他们怎么愿意在镜头面前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，这个非常难的，所以我尽量做朋友的感觉。哎呀，融下来了！我看这个行啊！我喜欢蹭吃蹭喝，边吃饭边聊天采访，这是我的风格。给我印象蛮深刻的人是，还有无人机唱中国 rap 的那个英语老师，他说的一句话：通过这次疫情，武汉受到国际的关注，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唯一一次差点哭的一个场景，差不多100多天没见面的一个情侣，疫情缓和了，终于可以见面了。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结尾的故事。我们想表达的是武汉的新的第一步的那种感觉。看到我们片子的日本人看到了武汉的烟火气息，感觉很好玩，我想去武汉。他们写这样的评论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开心。现在一家6口人住在一起，我老婆2个孩子，岳父岳母。2004年我在日本通过朋友就认识他，然后就一见钟情了。2011年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了我想去中国。决定搬到南京的时候，很多日本人的朋友跟我说，如果你去南京的话，会不会被打？但是我没有觉得，我最担心的是我儿子上学校的时候会不会被同学欺负啊？但是过了7年，他从来没有被欺负过。我们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学习的问题，所以我想去拍中国的教育。今天也好多家长陪孩子去高考的地方，他们一直在等孩子出来为止。6年后我也要面对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有点怕，不知道为什么差点哭了。因为就家长的表情吧，还是让我最感动的点。我在日本的时候一直做长片，搬到中国之后，现在是短视频的时代，长片完全不受欢迎。但是这次真的想做，制作费是完全是我们自己花的钱。我特别想去看真实的中国，然后拍下来，传达给大家，传达给全世界。